Hello， 大家好，我是考拉家的二姐，给大家做教学视频呢，就已经1年多了。很多朋友跟着我的视频做出了不少成功的产品，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在做产品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回顾一下大家的作品。大家先来看第一个啊，发了3张图片啊，最后一张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好，第2张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它的表面呢是有一层布丁层，好，那说明呢。上面就消泡了，要么就是它翻拌的时候啊，时间用的太久了，要么就是它的烤箱没有预热到位，好，并且它的面火稍稍有点偏高，好，要么就是烤久了，要么就是温度偏高了。再来看第2张图片啊，好，第2张图片和第3张图片就给大家一起看了。好，这个呢就是我说的蘑菇云，这个问题呢还是同样的问题啊，一个是表面开始消泡了，就是放进去我们的烤箱里面，好，但是烤箱预热的温度不到位，然后烤出来就会成这个样子。好，再或者是它的面糊太多了，然后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蘑菇云。现在呢，第4张图片啊，这2张图片呢，好，都是一个蛋白霜。那蛋白霜这个为什么说有问题呢？大家虽然说可以看到上面啊，它是有一个小弯钩，但是可以看到盆底部，好，它是有一个大弯钩。好，这个说明呢，它还没有打发到位。好，并且呢，打蛋盆里面就是纹路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说明这个蛋白并没有打发到位。好，这个状态呢，大概只有5、6分发这个样子，所以说还需要再继续去打做我们的一些产品。现在是第5张。啊，这一个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好，它做出来的成品呢，其实是非常好看的啊。这个上面就没有给大家图片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挤的这一个泡芙面糊，它有小有大，那不建议大家就是有小有大挤在一个烤盆上烤，尽量分开烤，大的是大的，小的是小的，因为这样的话你不好去控制它的温度，很有可能大的还没熟，那小的呢已经烤好了。然后你再去打开我们的烤箱啊，就很容易就是底部会塌，或者是温度突然下降，好，它就会发扁，然后底部呢也会出现一个空洞。现在来看第6张图片，那第6张呢，它是底部有一个布丁层，好，而且它已经脱模出来，塌得很厉害啊。好，有一个问题呢，那就是这个烤箱的温度非常的偏火。好，第2个呢，就是说要么是蛋白打得不够。太软了，要么就是翻拌久了，或者是混合久了啊，然后面糊呢就已经消泡了，它烤出来很快就受热，好而且得不到一个蓬松和定型，然后出来就很快就塌陷了，好，而且并且底部还有布丁层啊，很严重的布丁层。现在来看第7张图片。那这第7张图片呢，它做的是虎皮蛋糕卷，那右下角这里明显有一点虎皮的纹路了。好，那其他的地方呢是平平展展的，没有一个纹路。好，第一个是要考虑到你的面糊是否你搅拌到位。那第2个呢，就是你的烤箱是否它的温度比较均匀。再来看第8张图片，那这个吐司呢颜色特别的浅一个是它的温度啊。可能不够，好，要么就是它时间烤得不够啊，着急就拿出来脱模了。还有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底部，就是明显要是一个直角了，并且还有多的一个面糊被挤出来，那是说明它就发过了，时间发多了。好，所以说大家在烤吐司的时候，哪怕颜色深一点也要把它烤熟，好，时间烤到位。现在是第9张。那第9张图片呢，这个是2个模具啊，看着都是加高的啊，有一个呢，就是烤到已经爆开了啊，还有一个呢还没有到位。而且颜色比较浅啊，大家在烤的时候，不要太去注意，戚风表面到底裂不裂。其实，表面裂的戚风才是好的戚风。我们要去追求一个口感，而不是说只是一个样子。好，并且呢，它的这个面糊啊，就是看着有一点点的消泡了因为就是上面那一个蛋糕它直接是裂开了但是没有膨胀起来
很快就拿出来塌腰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模具边上的一个面糊还在旁边的，这边有一点点的塌陷啊。现在来看第10组图啊。好，这个人问啊，面包刚刚烤好出烤箱时候表面很光滑饱满，但是过一会儿表皮就开始变得粗糙啊，起皮啊，起皱，是不是冷却的太快？好，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图。好，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面团发过了，然后你烤出来表面就有一点泥皮了，就是中间会有一些空洞，那下面的面糊没有办法去支撑它，所以说它烤好过后呢，根据这个上色烤好过后啊，然后冷却了，它会皱皮，说明你就发过了。所以说大家在发我们的面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何去判断它啊。我已经在之前的视频有讲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再来给大家看最后一组图啊，11图。它的问题呢是为什么它会有空洞？好，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就像刚刚说的那样，如果你的面团发得太久，它底部的空洞，它底部的气泡全部都跑在上面去了，烤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下面的面糊去支撑上面，所以说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空洞。好，所以说大家在发酵的时候不要发过了，最好是去定一个时间，多去看几次都可以，但不要发得太过了。除了上面的一些出现了一些问题的图片呢，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做出来的产品非常完美。好，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今天就让大家看到这里了，感谢给二姐交作业，希望大家后期踊跃的发你们的作品给我，或者提出一些问题。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